来看当年闪人，现在闪婚，咱们这位霸道总裁齐总还没来得及在求婚仪式上单膝下跪呢，就先在马路上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碰瓷式车祸，这出场方式绝了。女主许星耀看着昏迷不醒的爱人，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那标配恶毒婆婆就拿着20万的手术费，开始在门口疯狂叫嚣，跟催债似的。这婆婆的脑回路也是清新脱俗，为了拆散真爱，宁愿眼睁睁看着亲生儿子断气，也非要逼着女主签离职协议，亲妈看了都得报警。贫穷的女主为了救命，只能含泪答应离开。这剧情妥妥的就是拿了恶毒女配剧本，去干着拯救世界男主的活计，感动中国10大人物，没他我不看。总裁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卜，女主却带着肚子里的球和那200万分手费，开始了浪迹天涯的带球跑老掉牙生活。霸总们经典开局打卡成功。5年后的总裁不仅医学奇迹般活蹦乱跳，还摇身一变成了身价过亿的星芒总裁，顺便还要迎娶那个满脸写着我是反派的江家大小姐。看着电视里前男友西装革履的陪着别的女人，女主只能在破旧小屋里一边刷新闻，一边默默给孩子喂奶，这狗血对比真是酸爽到家了。当年那场用自尊换来的手术费，如今成了扎在女主心里的一根刺，哪怕现在穷得叮当响，她也从未后悔救过那男人，恋爱脑晚期没救了。为了让齐总拥有更好的生活，女主选择了最卑微的退出，可命运的老大爷显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这对苦命鸳鸯，不然编剧吃什么？全程都在关注这场世纪婚礼，而女主却在为生活费发愁。这种贫富差距的极端拉扯，简直就是标准的小说开头，老套的让人想快进。回国后的女主改名换姓，加个 buff 成了顶级设计师样月，却在高级餐厅精准偶遇了那个让她爱恨交织整整5年的狗男人，缘分全靠边。总裁依旧是那副拽的258万的样子，带个未婚妻出门吃饭都要嫌弃这里的空气不好，这种做作的洁癖人设真没水了，建议出门备氧气罐。哪怕已经过去5年，女主看到他那一刻还是忍不住想要拔腿就跑，毕竟两人的世界早在当年手术室门口就已经彻底断开并焊死了。龙凤胎宝宝们倒是自带雷达眼睛的很，一眼就发现餐厅里那个长得帅气逼人的大叔简直就是自家老爹的复刻加强版，基因真是个神奇的东西。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要吃牛排和蛋糕，女主只能强行按捺住内心的荒批，毕竟现在的她只想带着孩子在新手村平静度日啊。江大小姐在旁边阴阳怪气的说着女主只图钱，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宫斗智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坐稳总裁未婚妻这个宝座位置的，靠充钱吗？总裁对未婚妻的耐心显然也快到极限了，那种不耐烦的眼神简直就像是在看一个必须要完成的要命职场 KPI， 打工人狠狠共情了。女主安顿好2个懂事的宝宝后，决定开启新事业。去星芒公司报道时才发现，老天爷真是个爱开玩笑的顶级编剧，冤家路窄虽迟但到。职场里吃瓜的新同事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年轻漂亮的设计大咖竟然和自家的面瘫冰山总裁有断骨早孽缘，这瓜保熟。女主用样月这个花名在设计界杀出一条血路，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死死藏着那一抹月光，那是她曾经唯一的温暖，好一口玻璃砂糖。齐总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才华横溢的设计稿，心里那座死水一潭的冰山竟然隐隐有了要彻底崩塌解冻的迹象。霸总的雷达终于动了，刚入职就被总裁点名要去办公室单刷面谈，这种待遇在其他同事眼里简直就是大难临头要卷铺盖走人的前兆，职场惊悚片实锤。大家都劝他自求多福，千万别触了总裁的眉头，可女主心里门清这一关，她迟早是要硬着头皮独自去闯过去的，谁让她是男主呢？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空气温度瞬间物理降到了冰点，这种阔别5年的尴尬对视简直能让旁观者用脚趾抠出30亿听。齐总那一脸不屑的表情配合他那挑剔到极点的语气，这种典型的傲娇受虐狂性格真的让人很想隔着屏幕上去狂抽他一巴掌。当他咬牙切齿问出女主什么时候结婚生子的时候，那语气里的酸味简直比山西老陈醋还要冲鼻，真不愧是星芒醋王程京本人。女主用最冷淡的态度回应着总裁的质问，这种把家事和公事强行分开的界限感简直把总裁气到原地直发抖，血压估计飙到280了。总裁至今还犟着的以为当初他是嫌贫爱富才拿钱走人，这种长嘴不用的误会如果能解开，那这部剧估计连3集都拍不下去，就直接全剧终了。既然互相伤害成了2人唯一的沟通方式，那女主只能提出辞职这种自损1000伤敌800的破釜沉舟战术来应对现任变态老板了。可惜总裁不仅霸道还极其幼稚，直接放狠话要进行全行业封杀，这种无脑小学生行为也就他这种人傻钱多的大佬能干得出来了。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资本家职场霸凌，女主
只能选择在沉默中爆发，哪怕是面对曾经深爱的人，也要保持大女主最后的倔强底线。恶毒女配江大小姐果然像狗皮膏药，阴魂不散，非要在女主面前炫耀她的婚礼珠宝。这种小学生级别的低级趣味真的是让人辣眼睛不忍直视。这种被迫给自己前任的未婚妻设计婚礼首饰的活，换了谁都要当场气吐血3升，但女主还是靠着牛马精神专业的接下了这桩苦差事。总裁在那边假装漠不关心，实则眼神跟探照灯似的，直往女主这边飘。这种塑料演技在奥斯卡估计连海选都过不去，实在是太明显了。江大小姐自以为胜券在握，却不知在齐总心里，她的分量甚至还不如设计部那顿由总裁亲自订购的丰盛下午茶，纯纯的工具人实锤。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女主只能在茶水间默默咽下苦水。这大概就是带球跑文学里女主必须要经历的强行虐心心理建设阶段。编剧你没有心。女主省吃俭用吃泡面攒钱的样子，落入总裁眼里，简直就是直接拿刀在嘎他的心。可他这死傲娇嘴上还要继续说着风凉话，真是活该单身。为了让女主吃上一口热乎饭，总裁竟然想出全公司一起试吃的外卖烂借口。这波为了泡妞强行撒币曲线救国的操作，我给打满分。同事们还在开心的感慨，公司的福利待遇变好了。只有咱们的傻白甜女主还在单纯的为免费的晚餐而感到万分庆幸，被人卖了还帮数钱呢。雨天总是浪漫和争吵的高发期，齐总开着豪车准时路过淋雨的女主，这种暗头淋雨的桥段虽然极其老套，但每次看都觉得非常解气。车里的气氛依旧低压的让人喘不过气，齐总这偏执狂非要问出5年前那个真相，可有些真相往往比谎言还要让人难以承受，准备发大水吧。为了彻底断了总裁的念想，女主不惜再次用钱当挡箭牌，这种强行把自己抹黑成拜金女的决绝真的是让人看得心疼，又想给她寄刀片。总裁被气得直接把女主赶下车，这种古早狗血分手现场的既视感简直是让人感叹，这俩人的脑回路真是不在一个次元上，全靠误会撑时长。虽然每次见面都是兵荒马乱互相插刀，但总裁还是忍不住像个偷窥狂去翻女主的朋友圈，试图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现任丈夫，太惨了。七夕节这一天桃花盛开，女主那位帅气的炮灰追求者送花送到公司楼下，这种修罗场剧情发展让暗中观察的总裁瞬间急红了眼要咬人。总裁为了破坏女主的约会，竟然利用职权强行留全员加班，这种毫无下限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起来真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脸皮够厚。借口谈合作，实则是在疯狂吃闷醋。齐总这种把整个设计部都拉来陪葬当电灯泡的行为，真的是把假公济私发挥到了臭不要脸的全新高度。被迫留下来陪变态老板看稿子的女主心里只有对家里宝宝的挂念，可对面的狗男人却满脑子废料，只想把她永远锁在自己的视线里，哪怕是临时应酬也要不要脸的搅黄别人的饭局。这种极致的偏执狂占有欲，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的告诉全世界，这个女人是我的，谁也别碰。最后两人竟然鬼使神差的坐在一起吃情侣套餐，这种光速真香打脸行为虽然脸疼，但是对于咱们这些吃瓜看戏的观众来说，那是真的香啊。虽然女主嘴上一直死鸭子嘴硬强调自己结婚了，但那副落寞的神情早就把她底裤都出卖了。她心里那个 VIP 位置从头到尾只属于齐燕一人。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反派江大小姐却在暗处像毒蛇一样死死盯着他们这对狗男女。这种暴风雨前随时准备作妖的宁静简直最为致命。总裁那种哪都想跟女主假丈夫空气人比试一番的胜负欲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这种跟空气斗智斗勇的幼稚男人到底是怎么当上总裁的？女主还没意识到反派危险降临，她只是在强行伤感眼前的这一切繁华终究不属于她这个早就该从狗血故事里谢幕下线的炮灰救人。江大小姐带一群小弟把女主堵在角落，这种低级职场霸凌加情敌寻仇的烂俗桥段真的是看得人血压狂飙，恨不得顺着网线替女主删回去。什么叫宇宙级恶人？先告状，江大小姐这波颠倒黑白的操作真的是绝了。明明是自己魅力拉胯守不住男人，非要怪女主光环太亮太有魅力。女主哪怕被按倒在地，也要撕咬着保持最后的一点点尊严。她提出离职已经是最大的退让，可江大小姐这疯子显然没打算就此收手领盒饭，竟然极其歹毒的想毁掉一个设计师赖以生存的右手。这种物理毁灭的恶毒手段简直是丧心病狂，把我们吃瓜群众的怒气值直接拉爆了。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没有个霸总英雄踏着七彩祥云来装 X 救驾，那这剧情真的没法看了。还好编剧有良心，大结局高能就在眼前了。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降智对手，女主只能绝望的喊救命，而齐总那句装 X 拉满的助手
则是所有观众在这个时候最想听到的绝地反击爽文少英。欢迎订阅，下集更溜。